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对情侣，看看在他们的感情生活当中到底碰到了怎样的坎坷。请看大屏幕。喂，哎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我看见你了，这边。哎，你好。这位是，这位是毕鑫的老婆。他现在怎么就突然间不回来了？多长时间了1个月多了。1个多月。对。哦，你俩之前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？没有，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的。你们那个领证了吗？现在？还没有呢。那没有，你现在都这么大月份了，怎么处理啊？这个？我现在就是想找到他，问他，我妈妈也在催嘛，催我们什么能够快点结婚去领证。那个他男朋友在哪？我知道。那待会儿咱去哪儿找他呢？一会儿我带你们去。但是到了之后你别激动，到了。在这儿啊，在11楼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你不是在北京吗？你怎么在这里呀？才回来的嘛。那你怎么不回家呀？啊？那你怎么不回家呀？这是天津卫视一个节目，我找你录一期节目。录什么录？你该录他的事，你坐着。我同意录这期节目，我找不到你，我妈非常着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说我爱你，你干嘛不说话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别录了。你干嘛不回家？我同意让录的。走嘛，回家。先别录了啊！别录了。女孩子已经有了身孕，男孩子却突然的消失了。这样的情侣，他们的爱情道路到底该何去何从呢？来，掌声请出他们。男主人公许昕31岁，来自云南自由职业，学历大专，收入不定。女主人公赵丹21岁，来自河南待业大专，收入不定。来，有请有请两位。小赵这几个月了？6个多月。6个月了，咱们坐着聊好不好？好，别动胎气哈，伤着孩子。来，拿一把凳子来给他。坐吧。谢谢。请坐哈。编导去拍的时候，你已经1个多月没见到他了，是吧？是的。你今天来想干嘛呢？小毕怎么1个多月回去以后也不回家呢？以前在一起的时候都一直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啊，不想那么早要孩子，也不想那么早结婚。我看这个资料上面2位相差10岁是吧？小赵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嘛，当时他说，介绍一个男朋友给我，他说这个人还挺不错的，然后就把他的 QQ 号给我了，然后我们就在网上聊了5个多月，然后他就去我家那里找我了。你家是河南？河南的。他就等于他到河南去找你。是的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，他在我们家那里待了有几天吧，他走了以后嘛。我就很想他，我当时还在上大专，然后就学也不上了，去云南找他。书也不读了就去了？是的。那会儿在网上聊的喜欢他什么呀，就能够下那么大的决心，说我要私奔跟他走，而且书也不读了，能告诉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当时我去找他，他对我一直也不是太好。有一次他在柳州演出，然后我跟他一起去了，我得了一种重病就住院了。他就一个人把我丢在医院里，然后我每天都打电话给他，他电话也关机，我也联系不上他。当时我也没有钱了，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妈妈。
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在骂我干嘛的，然后后来打了钱给我，他一直都没有出现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又在一起了。对。出院之后又在一起了。是的。这个关系就是一直不稳定，是吧？是的。小毕对这事儿怎么看啊？在这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在闹分手了。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他住院的时候，我身上也没多少钱。再加上那个我在盖房子，在装修房子嘛，也需要一大笔钱嘛。那个时候就身上只有差不多2000来块钱。然后全部交了住院费就没有了。那在你的心里面，这个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？我就没想过要那么早要结婚要孩子嘛，因为现在嘛就压力又比较大。你是觉得有孩子之后就能把这个男人拴住是吗，姑娘？是的。你知道你们俩的感情很不稳定吗？感受得到。当我知道我怀孕之后嘛，我很高兴，我想着就是我们能够结婚，然后他以后也会对我好，我们也有孩子了。你怀了孕就告诉他了吗？告诉我。他是什么态度？他就劝我把孩子做掉。你就不肯做是吧？是的。那在这个期间有没有争吵啊？为这个事儿？有。小毕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嘛，不想那么早结婚。小赵就是，反正我现在肚子里有你的孩子，必须得结婚了是吧？是的。这孩子你一定要生下来是吗？对，我现在都已经有小孩子了，我更不会放开他，所以我想让他以后对我好，对我孩子好，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如果他做不到的话，他就不是个人。我就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就把他搞臭，以后不会再有人跟他了。后悔吗？现在？一个欲哭无泪，不知道生活应该怎么办的一个女孩子。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专家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。来，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我只想跟女嘉宾说，爱的那么没有自我，那么没有自尊，你一个人毁自己也就算了，我相信如果现在你肚子里的孩子会说话的话，他一定会跟你说妈妈，你早就应该放弃。挺任性的一个女孩。来，黄老师。没想过承担责任，从头到尾都没想过。但没办法，在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，哪个女人要是爱上一个男人，不喜欢跟他朝朝暮暮在一起，何况他年纪那么小，别的女人不粘人，那是因为长大成熟克制，而他要是懂克制，他会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坐在这哭。这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你干嘛招惹一个纯情的、充满憧憬的、对人生有希望、对爱有想法的女孩呢？你不知道她爱你吗？也许你确实是希望有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，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没有责任，什么都不受拘束的话，那还是人吗？小毕这个爱过他吗？也爱过，也爱过啊，就是因为太粘人了。我就说这个姑娘，我也恨你啊！不管不顾，放在大学不念，家里也不说一声，就跑去千里迢迢找情郎哥去了。你糊涂不糊涂？所以我就说，姑娘，你要吸取这个教，你赶紧要悬崖勒马了。我这跟你退一步说吧，就算他跟你结了婚，你就幸福了吗？你认为他就永远爱你了吗？你现在6个月了，不是一般的堕胎了。你引产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。那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以为我走了那段时间，我想他会把孩子做掉，但你现在想怎么办？现在说现在，小毕啊，反正就暂时就不想要孩子，这样。就是说还是不想负责任，到时候来干什么吗？来了就把它说清楚嘛。反正你想说什么性？你就是想说我不想跟你结婚，同时孩子也不要生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替你说了，这什么都不要，照单啊。你生吗？这孩子你想生吗？一定要生。一定要生。我们当然劝你不生，但是你一定要生，就一定要告，让他给予你一定的经济补偿。毕竟有几个方案考虑一下啊，就是咱们一定要面对问题，躲是躲不开的。你无外乎于第一是说，我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？承担责任有2种承担，一种承担是我负责到底，把他娶回家，把孩子生下来。我尽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责任。第2种，我觉得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，就是女孩子现在想生这个孩子，但是你觉得可能你们感情还不够，就是达不到结婚那个程度。那好，就面对现实，以负责的角度来说，因为
6个月女孩太受罪了，太伤人了。把孩子生下来，你承担做父亲的一个义务，这个明白吗？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都享受同样的权利，所以他该上学，你该怎么尽父亲的义务，怎么尽义务，给他抚养费，给他生活费，去从经济上帮助这个孩子茁壮的成长，这也是一种负责任。第3种就是在不负责任的负责任，就是说要做通他的工作，这孩子确实不要了，你要陪着他一起帮他把这个最困难的时期，手术期啊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啊，这些经济上的问题和时间上都抽出来，都要帮他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。躲是躲不过去的，老师们说的就这个意思，想一想好吗？来，踏浪旁观者清。这位是？我是赵楠的妈妈。您好年轻哦，您今年有40吗？有呀，40岁。只有40哈？那你要他要得很早哈？要他挺早的。那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当的呀？他认识比森的时候，我听说了，我也可生气。最后孩子出去了，我一直也跟他联系不上。后来听说一直搁到他那儿，搁到他云南吧。您知道她怀孕的时候她几个月的身孕？2、3个月了吧。那你这当妈的还不赶紧去云南找他呀？哎呀，我找了呀，后来一直都找不着。最后孩子给我打回来电话了，说妈，我没有一份钱贴到那医院里，我给他打去3块钱。我气的都不行一样，气得很。我也吃不下去饭，最后我住院住那8天院。您还住院了？我住院要输那8天水呀。搁医院里住院。您现在什么意见呢？孩子都这样了。我也可生气吧，反正是。我让他跟我回去，他也不回去，你只有这。那他要回去的话，这孩子怎么办呀？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您想过吗？我想过呀，他就是不回去。你说我估计就是他糊弄。那您现在这个当妈的，就说您的想法是什么吧？气得很，我也没啥，真是我也说不上来了，我真是我气的。您这个糊涂嘛，弄个糊涂鬼妞嘛。要是，反正我也。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！你还乐呢？我也气的，他一直也不回去。你说你气的，你说你咋做是不是？结果醒了上网哈，我搁网上见他，跟他视频一次，我哭一次，他那样要哭多少次？可以再跟赵当说2句？可以啊。千万不要想用一个孩子去拴住一个心不在你这里的男人，因为你到现在为止，你都连工作能力都没有。如果孩子生下来，不要相信他会承诺抚养这个孩子。当你有孩子的时候，他选择的是逃避，那么未来在养孩子的过程中，他再一次逃跑，你怎么办？抱着孩子去追他吗？所以你要想清楚，不要固执发牛，因为你要是发牛的话，那是2条命，你自己和那个孩子。你只是在生理上有能力做母亲了，在心理上，在经济能力上，你基本都没有能力去做母亲。而你的母亲，我刚刚听她发言，她也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母亲和有能力承担你的母亲。难道你带着孩子回娘家吗？你去思考一下。黄老师的意思是说，这孩子从各个因素来看都不太适合来到这个世界。你没有能力将来去带这个孩子。好，小 B， 我特想知道，就是大家在说这些的特别痛心的，在关注他，在说你们这段感情的时候，你什么感受啊？现在也不知道要说的啥。你想过什么时候来承担责任吗？就是做一个有担当的人。你说了我不想现在做父亲，但是这孩子真的就来了，你抚养义务你是逃不掉的。仔细想想应该怎么面对。小赵，别再任性了哈！大家都说你很任性。爱一个人不是靠拿什么东西就能够拴住他的，尤其是用孩子拴，真的不是特别好。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是。你这个情绪，孩子在肚子里肯定也都感受得到啊。这怎么办呢？想一想你们应该怎么做，尤其是小 B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年。我感觉他还是爱我的。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放开他。现在有了孩子，我更不可能放开他。那你是爱他呢，还是跟自己较劲呢？小 B， 其实我也爱他的，我们很多事情还是回去慢慢的再商量吧。你愿意跟他商量对不对？商量吧，慢慢的商量吧。
但是只是没有想那么早的要孩子。你还没有做好承担一切的准备。我没准备好啊。OK， 好，这是他们的表白。两位来，请回转门吧，回去吧，好吗？来，请关门。整个节目的进展是在压抑的气氛当中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无辜的生命，一个6个月的生命。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，你们对于这个怎么看？你们觉得他们是应该订婚还是分手？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我们表一下态。来，请表决。现场84.09%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分手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在不面对感情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理性的态度。我们知道靠什么去拴住一段感情一定是不对的，可是面临具体问题的是他们会怎么去选择呢？我们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爱你啊，不经意是在你无语的小风里，一切爱你啊，小毕，你知道走出这个门意味着什么吗？可能也想了一下，还是和他一起慢慢去回去商量一下，慢慢去接受这个孩子吧，然后就是慢慢去接受他，试着慢慢跟他说，跪下跟他说，你这些话你要跪下跟他说。老婆，你怎么了我操？然后我会改掉好以前有的毛病，让我试着去做一个好的人，做一个好爸爸。来，小朋友，在前面来好不好？来，拿着钻戒求婚吧。来，老婆。我们要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，真的。不再来一路有多少风雨，是爱你爱着你，分开你就分开你，不是一时冲动，真的讲好了。不哭了啊，都哭了。来，订婚礼物也送给你了，金立音乐手机提供的荷塘音乐手机，祝你们幸福，祝孩子健康，祖辉。反正我自己仔细想了一下，反正我这么大的年龄就应该自己做下的事情就应该承担这一切。我回去呢会好好的对待我的老婆，还有未出世的孩子，会做个好老公。